华尔街简报，来自各大权威媒体与机构，专业的独特分析。中国新的权力结构加强了对数据、科技和金融的控制。日经亚洲，据悉捷称，中国将自己定位为数据圈的中心，拥有大量的互联网使用者，一个重要的监控网络。预计到2025年，每年的数据生成量将占全球总量的 28%。则位元组被用来描述正在积累的几乎难以理解的数字数据量。如果每千兆位元组都是一块砖，那么只需一个则位元组就可以建造258个中国长城，相当于每堵墙近39亿块砖。白宫正安排耶伦、雷蒙多访华，拜登想与习通话，习不回应。美国白宫表示，华盛顿和北京正在讨论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和商务部长雷蒙多可能对中国进行的访问。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科比 John Kirby 向传媒表示，正在对访问中国进行积极的考虑。国务卿布林肯原定2月访问北京，但其后因中国气球事件临时取消。科比说布林肯还可能去访问被推迟了，但没有取消。我们依然希望让国务卿布林肯访问北京，又指保持这些沟通渠道畅通很重要，尤其是如此高度紧张的现在。科比又表示，美中领导人暂时无通电话的计划，但总统拜登非常希望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拜登希望保持美中之间的沟通渠道畅通，电话会谈将在适当的时候举行。瑞士秘密救助瑞士信贷震撼全球金融。路透社，瑞士信贷的消亡在2022年最后3个月银行存款流出的情况下被封存，该银行正在努力扭转这一局面。瑞士国家银行和金融监管机构公开宣布瑞士信贷是健全的，然而在闭门造车的情况下，拯救该国第2大银行的竞赛正在进行中。事件导致瑞士的旗舰之一被抹去，有2600亿瑞士法郎，2800亿美元的国家基金支持的合并，以及将颠覆全球金融的举动，有利于该银行的股东，损害债券投资者的利益。最终，瑞士同意了，选择消灭160亿法郎的债券，用30亿法郎补偿股东，并颠覆了银行融资的一个关键原则，即股东而不是债券持有人首先受到银行倒闭的打击。它标志住由瑞士大亨阿尔弗雷德·埃舍尔 （Alfred Escher） 创立的机构的不光彩的结局。他被亲切地称为国王阿尔弗雷德一世。他说明建造了该国的铁路。在2022年的最后3个月，客户已经从这家总部位于苏黎世的银行中提取了1100亿美元。取消该银行旗舰店之一的解决方案将更大的风险集中在银行业巨头瑞银集团 UBS Group AG 身上，并使债券持有人缓冲瑞银与瑞士信贷 UBS Credit Suisse 合作对股票投资者的打击。这些银行的贷款人感到不安，推高了他们的借贷成本，对世界经济增长构成威胁。周日，瑞士的政治精英召开了新闻发布会，登上了世界的头版，宣布了这笔交易，他们毫不悔改。瑞士财政部长卡林·凯勒萨特告诉记者，这不是救助。央行行长托马斯·乔丹为该计划辩护，认为这是应对任何更广泛冲击所必须的。在这种情况下，纳税人的风险较小，凯勒萨特说。破产将是最高的风险，因为瑞士经济的成本将是巨大的。尽管如此，市场仍因非同寻常的事件而步履蹒跚。美国官员研究如何将 FDIC 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款。路透社，美国官员正在考虑暂时将联邦存款保险公司 FDIC 的覆盖范围扩大到所有存款，无论是否获得国会的同意。美国财政部认为，它拥有足够的紧急权力，可以在未经国会同意的情况下将保险范围提高到目前的25万美元上限以上。正在审查的一个法律框架将依靠紧急行动，并依靠外汇稳定基金。目前认为没有必要采取这一举措，但官员们正在制定一项战略，以谨慎应对当前局势可能恶化的情况。
存款准备金率下调生效前，中国资金压力回升。彭博社，在下调存款准备金率生效前几天，中国可能正面临严重的流动性担忧。隔夜回购利率周二上涨17个基点至 2.45%， 为2021年2月以来的最高水准。在今年的3个交易日中，央行已经向该系统注入了1450亿美元。由于银行不愿在宏观经济复苏中放贷，监管检查水准增加，他们可能不得不再次这样做。这被认为在全球动荡加剧之际，增加了对中国资产的紧张情绪，进一步表明中国向经济复苏过渡的困难。PBC 是否会采取行动，或者市场力量是否会自主解决流动性转移问题，还有待观察。CB Insights 在一篇研究报告中计算出，今年前33天有13家中国初创企业跃升未独角兽，部分原因是后疫情时代的数字化转型和注重增长的股权投资者。这一转变可能会缓解一些经济问题，但央行仍将从3月27日起继续减少贷款人必须保留的现金储备。一些分析师表示，此举可能会向银行业释放多达6400万美元的资金。德克萨斯州将汇丰银行列入能源制裁名单。路透社，汇丰银行已被列入将面临德克萨斯州制裁的公司名单，因为他们担心他们可能过于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 （ESG） 政策。德克萨斯州的这一举动是在佛罗里达州此前采取的撤资行动之后采取的。佛罗里达州也关注 ESG 政策，从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 （BlackRock） 那里撤出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资产。此举将禁止德克萨斯州的政府实体投资该银行，并可能随着该银行宣布其正在进行的重组计划的进一步细节而到来。此举可能是现任政府将全球 ESG 工作政治化的结果。虽然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已成为金融和投资部门更常规的方面，但一些共和党领导的美国州质疑公司是否将 ESG 政策置于股东利益之上。事实上，德克萨斯州主计长葛兰·黑格 （Glenn Hegar） 以非常坦率的语言为该州今天的举动辩护，暗示汇丰银行的能源政策是金融部门推动社会议程和优先考虑政治目标，而不是客户经济健康的更广泛运动的一个主要例子。汇丰银行正在努力实施全面的重组计划，该计划将削减35000个工作岗位，并剥离其在美国和欧洲以及其他地方昂贵的商业银行业务。随着临时首席执行官诺埃尔·奎因 （Noel Quinn） 领导他的首次投资者日，预计他将宣布该银行削减成本计划的更多细节，预计这些计划将在今天脱颖而出。据报道，在已经出现的细节中，奎因今天将宣布他的第一个在亚太地区以外的大型战略计划，中东和北非可能会成为他的愿景。法拉利称勒索软体攻击暴露了客户的姓名、电子邮件。彭博社，法拉利受到勒索软体攻击，影响了有关其客户的资讯。虽然暴露的数据包括姓名、地址、电子邮件地址和电话号码，但没有付款详细资讯、汽车订单或银行账号受到损害。法拉利表示，该漏洞对公司的运营没有影响，并表示不会满足任何勒索软体要求。该汽车制造商已经展开调查，并与一家领先的网络安全公司合作。以上是本期《华尔街简报》的全部内容。谢谢您的关注，请关注6度世界 3w.6do.world 的最新动态。